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 Kiki， 我是 Fiona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调色思路。之前有很多朋友在评论里面或者弹幕里面询问我们是如何调色的，因为没有清楚的就是说是照片还是视频的调色，所以我们决定都做。就很可以。然后呢，今天的这一期呢，就是视频调色的思路分享。那下一期呢，我们就会来跟大家分享照片怎么调色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片吧。我们现在用的软件是达芬奇，这个版本呢它是免费的。这支视频里面用到的所有调色功能呢，都是免费版本里面都涵盖了的。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，想用达芬奇调色的话呢，现在就可以下载了。达芬奇的调色呢是节点调色，我觉得这个节点调色的逻辑非常好，就像你在 Photoshop 里面，你不是在原图层调色，而是复制了很多图层，在这些图层上做每一个动作。所以如果这个图层的这个动作你做坏了或者调坏了，你把这个图层删了，重新来就好了。对原文件是没有破坏的。在我的调色过程中呢，第一步就是把每一个步骤创建成一个节点。那我要调的就是第一个是曝光，第二个就是色彩浓度，第三个就是白平衡。这三个调完以后呢，要整个画面的颜色、曝光、白平衡是准确的。这样子之后，我们套 LUT 也好，调一个颜色偏差也好，都要是对的才行。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新创节点。第一个节点呢，我们什么都不要动，它就是原始的。调曝光的时候呢，最好打开示波器的这个分量图，可以看到就是红、绿、蓝三个颜色通道呢，它在一个范围之内波动。到这个位置，把显示参考级别打开，有一个需要设置的地方。一般呢，我会低的位置我会限制到50，然后高的位置限制到950，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一个还不错的曝光。当然，我觉得任何的调色都是这样，从你的屏幕上看过去是最舒服的。就是不要就是一板一眼的照着参数调，就是自己看着合适就好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曝光怎么调。左下角打开一级校色轮，在一级校色轮里面呢，亮部就是代表画面中最高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往上拉。如果你的那个左边的分量图它没有到你设置的那个，就是比如说我设置的950的这个数值的这个地方，你可以往上拉，把它拉到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暗部呢，你把它拉到你设置的那个你觉得可以最暗的地方。当然，你调的时候你一定要看着你的画面里面调到你设置的那个位置，画面会不会过暗。另外呢，这个偏移呢就是整体，它就整体调。你往亮了调呢，就整体颜色会往亮；然后你往暗调呢，整体颜色就会偏暗。这样子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调彩度了。左下角色轮的板块里面2的这个位置，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色彩增强，1的这个位置呢有个饱和度。然后呢，你就看着画面去动这2个地方，其他地方不用动。然后你就看看出来的色彩哪一个更符合你当时拍摄时候的颜色，而不是你喜欢的颜色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现在我们做的工作都是一个还原的工作。彩度的校正以后呢，我们来说白平衡的校正。可以用这个小的这个吸管呢去点选，画面里面灰色或者白色的物品，这是最快的方式。但是有时候呢，这种自动白平衡呢得出来的结果呢会不太准确，所以这种情况呢，你还是要根据你的肉眼来。白平衡呢，还是在色轮的这个面板第2的这个页面里，下面色温和色调。色温呢往左，画面就会越来越冷；往右就是越来越暖，就会偏黄。那色调就是往左就会越来越绿，往右就是更多的洋红色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看看画面哪些东西需要去做一些校正的，比如说肤色校正，我们几乎每一集都需要。不要说了，都是泪好吗？我们就打开中间板块曲线旁边吸管的这个工具，然后用它呢去点脸部的颜色，在你想要选色的范围里面按下鼠标，拖拽的地方都会被选进去。选取的范围过大或者过小的话，可以用增加或者减少的这个吸管来做调整，还有可以在色相、饱和度还有亮度上，这样来做一个更精准的选取。如果最后还是会有你不想选取的在里面的话呢，还可以用窗口工具，可以用钢笔就是自由选取。但是影像在动，选区也必须跟着动，我们就会需要用到追踪器的功能了。在这里
正向跟踪，然后节点旁边的这个箭头符号摁一下，它就来到了刚才的那个节点的地方，反向追踪，选取的区域就追踪到了。那如果追踪的不够完美的话呢，你可以就是每个位置再去手动的把它调整一下。想起了那一次你忘记涂口红，好难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，前期准备很重要，不要过度依赖后期。刚刚我们做的那一步呢，就是把肤色选取出来，然后呢，跟着呢就要把你的示波器的矢量图打开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看到矢量图呢，上面几乎什么也没有，因为这条片的肤色其实它已经很接近标准肤色的范围了。但是我们需要就是说，它大概在这条肤色线靠右一点的位置，其实就是比较红润的一个肤色的一个表现。到曲线的部分，曲线的第2个页面，色相与色相呢，用这个吸管工具去选取皮肤的颜色，然后开启画面右上方的这个突出显示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只看得到选取的部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在矢量图上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这个肤色是不是正确的。如果它偏黄的话呢，它就会靠在肤色的这条线的左边，用吸管工具选取皮肤的颜色，就会看到曲线这个位置自动选取了。调节这个节点的时候呢，就会看到你的肤色有很大的变化。然后关闭突出显示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皮肤跟整体的颜色到底会不会太突兀啊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起来舒服，这些参数是给你一个参考的作用的，所以还是要保证一个画面整体的和谐度嘛。对，你要看起来整体还是要舒服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做完了所有的色彩还原的，就是调整不合适的部分。天哪，终于讲完了，终于可以进入到大家喜闻乐见的，就是调整出好看的风格。但是其实就是调色，是一个蛮枯燥的过程。是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给它风格化一下了。喜欢什么样就调整什么样。喜欢什么样子，就是其实现在我们调的就是不管是辣子也好，我们自己调一个风格化的颜色也好，其实就是一个色相的调整。其实大家喜欢的就是偏色的感觉，所谓的很多电影感啊，就是有些就是偏蓝的，有些就是偏绿，就是这样的。那这里呢，我做了2个节点，一个呢是我们自己调的，一个呢我们用的是一个大神的 LUT，它的 LUT 还蛮好用的，我觉得就是用起来也蛮快速的，不用自己调，而且选择也蛮多的，可以去网上找一下，它的这些是收费的。就是它的官方网站，就是你可以就是付费购买，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去找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先做就是个人化的调整。我们先把示波器调回分量图，画面里面的红、绿、蓝3个颜色，蓝色要多一点点。那所以其实整个画面就是偏蓝一点点。这个板块也是这种色轮的调整方式，它分为暗部、中间度还有亮部，然后还有一个总体的偏移4个圆环。我们从暗部开始调整，把中间的小圆球滚向靠蓝这一边呢，画面里面暗的地方它就全部偏向这个颜色。这个时候你调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，只要你动一点点，整个画面的基调啊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想要它偏红一点吧。偏红一点会有一点巴黎的感觉。然后画面里面中间调的颜色偏色，我会把它偏洋红一点。那亮部呢，我觉得它本身的颜色已经 OK 了，所以我会把它往冷调推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天的颜色还是偏蓝一点要好看一点，因为天气不太好。对，因为那天拍的时候是阴天，所以出来的这个色彩就是有点平淡，已经很尽量穿就是穿的比较显眼。对啊，但是还是出来的感觉还是比较平淡。在亮度跟饱和度的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调一下，看看哪一块比较需要增加一些饱和度，哪一块的饱和度已经够了就不用加了。所以这个地方你往上就是增加饱和度，往下就是降低饱和度，颜色就会变灰。然后跟着我们再尝试套一个 LUT， 这样子我们可以对比一下2个就是出来的效果。那因为这个真的选择很多，一般我都是会选择一些比较偏自然一些的色调。套 LUT 就是去套一个自己喜欢的，当然就是其实有一些时候就是感觉它的这个颜色太过于浓郁了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应用在图片上，之后再去到中间板块的节点键这个地方，然后在键输出的这个地方显示的是1，就是100%的透明度。如果它的那个 LUT 的风格化太重口了，那你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调到0.1，就是10%的样子。然后调整这个节点的这个绿色的这个位置。这个调整是有什么作用吗？这个调整就是你连接这个 LUT 呢，就是显示 LUT，你连接上面就是显示上面这个，就是最终输出的效果。对，就是最终输出的效果。OK， 对。达芬奇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做很细致的规划每一步要做的东西，所以对我这种就是步骤控来说，
就很适合你是吗？对，我就很喜欢，就是每一步要做什么归纳好，这样子我就不会弄乱。弄乱。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节目内容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调色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，不要忘记给个一键3连，这个对我们真的很重要，拜托啦！接下来有任何想看的关于摄影器材技巧方面的任何内容，欢迎弹幕或者留言区踊跃的告诉我们。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一直以来的建议和意见，在大家的留言中呢，我们看到了自己的不足，跟大家的交流里面呢，我们得到了一定的进步。我认为这是我们在 B 站获得最棒的收获，所以非常感谢大家，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和大家以视频的方式交流下去，并且呢，在我们都喜欢的这个领域里面有所成长。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，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